习时代的遗系，9人同时被查，这个是中共建政以来史无前例。他亲手扶上马，如今又亲手拔掉。贪不是罪，不稳才是罪。习近平最大的焦虑不是政敌，而是自己人做大了。当恐惧取代了信任，枪杆子就不再为血而战，而是为自己而流。大家好，我是洪耀南，这里是中国官场小道说，让我来说。中共4中全会刚刚落幕，但政治风暴却没有随着闭幕而消散，反而是一场掌握在军中的地震，把整个中南海的心脏再一次的震裂。这一回被点名的不是老派残余，不是江湖时代的遗毒，而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亲信福建帮。这一批在习主政的福建时期，一步一步带上权力高峰的将领，如今成为纪律审查上名单的主角。那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谁又被牺牲了？这一场清洗是反腐还是反叛呢？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场从忠诚开始，以怀疑结束的军中故事。2025 10月16号，就在4中全会这个礼拜里，中共官媒罕见的同步发布了重磅消息：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9名军方高级将领立案审查。其中最震撼的2个名字，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，以及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苗华，还有其他7位：军委政治部工作常务副主任何鸿钧，军委联合作战中心副主任王秀斌，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，陆军政委秦树桐，海军政委严华志，武警司令王春玲，火箭军司令王厚斌，9人同时被查。这个是中共建政以来史无前例。有观察者说，这份名单看起来就像金钟内阁的半壁江山，因为这些人几乎涵盖了解放军最核心的潜力、战略、政工、装备、后勤，全部都在列。可以说，这是一次对整个军委架构的手术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人都不是前朝的遗毒，而是习时代的遗系。他亲手扶上马，如今又亲手拔掉。这一点才是外界最看不懂的地方。要理解这一场清洗，就要回到15年前，那个时候习近平还在福建、浙江一带任职。那时他接触最亲密的就是驻防福建的第31集团军，这支部队驻地在厦门、漳州，面对了正是台湾。在军方内部，他有个称号叫台海第一军。也正因为这样，习近平对这支部队有一种特殊的信任。他很多军事思维，甚至于统一战略，都与这个部队密不可分。后来的军改，31军被改编为东部战区的主力，而从这个系统走出来的人，几乎人人都高升。比如苗华、何卫东，就是最典型的2位。苗华出身31军政治部主任的时候，何卫东是军长，2人搭配多年，被视为福建系铁三角。2015年军改之后，苗华升任军委政治部工作部主任，掌握全军的政工、人事与纪律。
而何卫东则在2020年一路连升3级，坐上军委副主席的位置。外界当时对这个组合称之为习近平的军中左右手，尤其是在台海方面，他们是执行战略的直接操盘人。但这一场被称为福建系上位的龙井，却只维持了不到5年。如今两人双双落马，这个也意味着福建帮成为福建崩。这个问题是关键，为什么习近平要砍自己的亲信呢？从我们公开资料来看，官方的理由一样是老套，严重违纪违法。但这一轮的节奏太整齐了，太集中了，更像是计划内的手术。实际上，军内人士早就有一句话：上任将领的贪腐情况普遍存在，只是有意被忽视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政治忠诚成为唯一的标准。换句话说，习对每个将领的底细都心知肚明，只是要用要不要查的时间点而已，全部都在习近平的手上。而一旦出现了忠诚风险，他就动刀，因为在这体系里，贪不是罪，不稳才是罪。这一场的清洗的规模，可以从四中全会的缺席名单看出端倪。根据统计，本届人大军方代表中，共有34名上将缺席了四中全会，其中19位未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，占全部上将的总数56%。已经确认落马的有9人，更有多人被开除党籍跟军籍或罢免代表的资格。更惊人的是，军方代表递补全部冻结，没有任何递补。资深媒体人高瑜指出，军方应出席42人，缺席27人，出席率仅36%，这个是中共历史上军方出席率最低的一次全会。他说，军队出了问题。与此同时，四中全会开除了14名中央委员，递补了11名文官，唯独军方的递补是0。这意味着整个军方人事暂时被封印了。北京学者的看法则更为冷静，他们认为这个不是派系之争，而是制度性的重组。中共以纪律手段整肃军队，目的不是轻敌，而是永久的控权。而外媒路透社、金融时报则指出，这是中共让清洗司法化的过程，让权力集中变成制度的常态。这一次，习近平没有用运动的名义，他用的是程序。根据多方的消息，中央军委纪律委员会审查的案件多与装备采购、后勤工程与火箭军的资金流有关。涉案官员预计将以受贿、贪污、滥权等罪名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与法院审理。军业人士指出，这是继2014年郭伯雄袭台后之后最大的经济整肃，但与当年不同，这一次是制度化版本的清洗，有流程、有节点、有法条依据，目的很清楚，让反腐从政治的手段变成管理的制度，让权力再集中，也能用程序合法性来包装。简单的说，这不是砍人，而是建立一个可随时砍人的系统，刀永远挂在墙上。
很多人以为习近平清洗军队是为了稳钱，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恐惧。自2012年上台以来，习近平最大的焦虑不是政敌，而是自己人做大了。每一个被提拔的将领，一旦权力网形成，就可能变成另外一个郭伯雄。像苗华、何卫东这一批人，被称为福建帮，但其实在军中，他们早已形成自己的人事小王国。31军系统、政工体系、东部战区层层交错。苗华提拔了何卫东，何卫东又提携了林向阳，关系盘根错节。这对习来说是致命的讯号。团团伙伙是最为禁忌，哪怕是亲信，只要城邦结派也得亲。这就是中共权力的铁律。亲信可以提拔，但不能结盟；可以共事，但不可以互保。而这恰恰形成体制的死循环。提拔了忠诚者，忠诚者做大，形成了新山头，再清洗，如此循环永无止境。这清洗的背后，其实藏着更大的问题，就是钱。中国军费10年翻倍，从1300亿美元飙涨到3000亿美元。这一笔庞大的预算，在装备采购、后勤建设、外包工程中流转，形成一条谁都知道但谁都不能说的利益链。有军方爆料说，某一些导弹旅为了节省经费，侵吞资金，竟然在演习用的导弹当中加水当燃料，表面上射了火光，实际上是冒烟。这样的笑话在军中不算罕见。从装备发展部到军工企业，报价虚高，回扣昏沉，成为公开的秘密。李尚福案就是典型的。那他在总装备部内被指控透过装备采购回扣链，让数十亿资金流入私人的账户。所以这一轮的火箭军加装备线的整数，不只是政治的问题，更是财政与安全漏洞的补洞工程。但讽刺的是，习反腐越深，军队就越怕。将领们都知道，不贪可能没办法活，太贪会被砍头。于是大家都走上了刀锋上，等着看哪一天刀落在谁身上。这一场军中的风暴里，有一个特别醒目，他没事，他就是张又侠，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，75岁的老将，不但没有被动，反而频频陪着习近平出席活动，成为不倒的定海神针。为什么？因为张又侠是红二代，他的父亲张宗逊是开国上将，曾与习仲勋，也就是习近平的父亲并肩作战，两家是陕北世交。张又侠本人也是少数有实战经验的上将，在中越战争打过仗，立过功。他既有政治血统，又有战场资历。对习近平来说，这样的人是信得过，也用得稳的旧朝臣。有他在，军中至少还有个门面可称。但问题是，他也老了，下一个张又侠在哪里？没有人知道。这意味着未来2-3年，习近平还得找新的护法，而每找一次就要清洗一次，因为权力
不容重复的信任。有人说，这一场军中清洗是习近平的强势表态，但我更认为这是他最脆弱的时刻。你得看得出来，他对军队的信任正在消失。他不信任制度，但要靠纪委；他不信任人，但要靠清洗。这样的体制下，军队越忠诚，战斗力反而越低。因为每个人都在求生，谁还敢冒险？谁还敢拍桌？这不是在打造一支能打仗的军队，而是在打造一支最懂政治表态的军队。而历史早已说过，最懂表态的军队打不了仗。从苏联到满清，新军都如此。清军的新军本来是护驾力量，最后成为掘墓人。因为当恐惧取代了信任，枪杆子就不再为血而战，而是为自己而流。世宗前位之后的这场军中风暴，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习近平时代权力的极限，可以全面掌握，却永远无法安心。忠诚成为唯一标准，那就意味着没有人真正安全。军中依旧是中共最敏感的神经，也是习近平最不敢松手的地方。福建帮的崛起是信任，他们的坠落是恐惧。我是洪耀南，这里是中国官场小道说，让我来说，我们下一集见。